10种山里的小草，10种活法。一钩藤，这是一种武装到叶下的植物，大家看它的叶下长了这样的弯钩，很像吊钩，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钩藤。钩藤藤上有吊钩，名如其形。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说：“吊藤其次取于吊钩，故名。”除了吊藤、钩藤这样形象的名字，它还有鹰爪风这样霸气的名字。有时候讲植物会讲到它们很多别名，我觉得是过去老百姓对这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惊叹。鹰爪风啊，是吧？它还有倒挂金钩等等名字。据说在亚马逊地区叫它猫爪。那这个植物为什么长这样的猫爪？其实它是一种藤本，很多藤本都是靠柔软的转须缠住别的植物，而这个它是使用硬暴力，靠这个倒钩刺勾住别的植物。它的钩子的方向和它生长的方向是相反的。比如说这条枝往这边生长，它的钩子是往这边勾的，所以被它勾住的这个树皮就像钓鱼的钓钩的倒刺一样，勾住它就不松口了。现在是长嫩叶的时候，我们在地上还看到一株直立长起来，以为是一个小树，其实那它还没有长大，长大了它是一种藤。它的叶子还挺漂亮的，对生纸质，卵圆形，叶脉在背面有清晰凸起，摸起来有点麻麻躁躁的。钩藤在古代的药书里面被视为小儿专用药。陶弘景在《名医别录》里说，钩藤专治小儿，不遇余方。所以在那之后，历代医家视它为儿童的专用药，治小儿抽搐、液体不止、高热惊厥。明代成为钩藤药效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入药部位从多用皮转向多用钩。陈家默解释说，古方多用皮，后世多用钩，取其利锐耳。到了清代，钩藤的名气甚至进入了小说人物的嘴里，像古典名剧《红楼梦》里，王熙凤为了调理自己经济不宁，心神恍惚，开的方里第一个核心药就是它。古人给它总结的功效是8个字：清热平肝，息风定惊。核心就是围绕肝风内动展开。肝是人体的将军之官，主疏泄、调情志。当压力过大、情绪急躁、熬夜过多时，肝这把火烧得太旺，像超速行驶的跑车，刹不住油门。当体内这股烽火之势上了老络，临床上出现高血压波动、头晕胀痛、两颊潮热、烦躁易怒等表现。而钩藤就像一位高明的掌舵者，入肝经，清降肝火，平息内风。钩藤也常用来降血压，有一个天麻钩藤饮，就是近代调理血压的名方。欧洲传统草药学专著里面近20年也把钩藤列入植物界的高血压防御药物名录里面。除了降压，它在安神助眠方面也非常有作用。它能让人温和地安静下来，改善因为焦虑引起的睡眠问题。2生金草，这种植物躺平在地上，却能让我们人站得挺拔，它叫生金草。它生长的方式比较奇特，紧贴壁面，匍匐蔓延，并且伸出很多侧枝，长得密集的时候，远远看过去像一个微型的绿森林，近看又像很多绿色的蜈蚣爬满地面。而它的名字里却藏着一个秘密：生金草，一根趴在地上的蕨草，凭什么能生金？生金草这个名字，《本草纲目拾遗》时有记载。一听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它的功效。数百年来，山里的采药人把它当作筋骨的清道夫，关节酸痛、屈伸不利、腿足转筋、腰肌劳损，凡是被金字卡住的病，就会去山里采一点生金草。作为一个能够
舒展筋骨的草，它自己的生活方式却有一点蜷缩，有一点匍匐，这里面好像有一种生命的悖论。表面贴着地面匍匐生长的东西，却能帮助人类筋骨舒张，动作柔润。《滇南本草》这本书里点破了其中的奥秘。石松，其性走窜，可通经络。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植物它的性有点走，有点窜来窜去，所以就可以通我们的经络，可以舒筋啊、生津啊。民间给它取了无数外号，每一个都有一点山野画面的感觉。比如说过山龙、地蜈蚣、长生龙、金腰带，甚至有的地方还叫它老虎垫坐，就是老虎喜欢垫着它坐着。可能这个比较柔韧，坐起来比较舒服。像小时候我们也猜它好像这样缠在头上，当做这个遮阴的帽子。我们仔细看，它是长着绿沙子的古老蕨类，生物分类上正名叫石松，隶属于石松科石松属，喜欢匍匐在腐质质丰富的林园土表，有着与生俱来的向上生长天赋。近匍匐在地上，细长横走的藤蔓像趴在湿润地上的一条绿色蛇，2至3回分叉，绿莹莹，叶密生，直立枝从匍匐茎上抽出，高达40厘米，多肥2叉分支，侧枝上斜，看起来像一根根微缩的松枝，和松针颇有几分相似。针形，基部膨大，顶端有芒状长尾，它不开花不结果，靠孢子繁殖。蕨类植物很多靠孢子繁殖，它的孢子像一个垂下来的花絮，所以它也叫垂絮石松。它的分布区域也非常广泛，在长江以南的地区野外随处可见，而在北方有的地方也有一些分布。生筋草味苦辛，性温，归肝、脾、肾经，具有祛风祛湿、虚筋活络的功效，主要应用于关节酸痛、屈伸不利、肌肉痉挛、扭伤、软组织挫伤、淤血肿痛、四肢软弱、肌肉顽麻、腰肌劳损、腿足转筋等一些情况。在历代的药典中，它被列为养筋活血的核心药。讲到这里，大家的印象中这个是一个好药，其实它也可以做菜吃。它的根状茎富含淀粉，洗净捣碎后可提取淀粉食用，也可酿酒。它的孢子粉富含油脂，曾被美国、英国等一些国家用来做信号弹的引燃剂。在古代，它也用来染布，染出来的是蓝色，叫石松蓝。所以匍匐在地上这样一只植物，当我们走近它以后，会发现它就像钻石一样，不光是一面闪光，我们转一转，多面都在闪光。一只鸟，它也刚刚跑到我这里来看我录这个节目，或者说它是准备落在这里休息一下，没想到我在这里又跑了。让我们再看一眼这个数以亿年计的生灵，趴在地上这么多年，从未真正站起来，可是它却让无数传说着经脉酸痛的人从腰直不起来到昂首阔步。它不是普通的一株草，而是千丝万缕的关节守护神，或者说是大地给我们疲惫人类的柔韧处方。3. 点红。朋友们，我手中这棵草是一棵万能草，它的花有一种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的感觉，远看不起眼，近看却特别动人。这也是为什么人们给它取了这样一个诗意的名字。它是菊科一点红属的草本植物，因其叶面绿、叶背红，也叫叶下红、红背叶。一点红个头不大，茎直立或斜伸，分枝柔弱，约莫25至40厘米高，稍比成年人的小腿高一些。下部叶片密集，多为大头羽状分裂，
顶端的叶片大而宽，是不规则的三角形，侧边通常只有一对叶片，一眼望去像极了一个叉开的羊蹄，这也是羊蹄草这个名字的直接来源。我们把它的叶子翻开，会发现有一种可爱的紫红色，叶子摸起来也有一点肥嘟嘟的感觉。管状花朵聚生于枝顶，像一盏盏导旋的小灯笼，细长的绿苞片包在外面，花开时绽放出细密的紫红色花瓣，可以从春天一直开到秋天。花谢之后结成瘦果，常被人误作蒲公英，所以它也叫土公英、土蒲公英。种子成熟，轻轻一吹，冠毛便带着种子随风飞散。一点红也是一味美味的野菜，可以摘它的嫩尖煲汤、下火锅，或者焯水以后加蒜蓉炒食。它吃起来口感柔滑微甘，类似茼蒿，但是多了一缕清爽的野气。它的嫩茎叶富含维生素、钙、铁等多种营养成分，是一种营养密度颇高的绿色野菜。一点红被誉为万能草，因为它是长在田间地图的消炎药。有一句话说，西方有消炎药，中国有一点红。一点红传草入药，味苦性凉，归肺胃大肠经，具有清热解毒、凉血化瘀、利尿消肿的功效。在民间，一点红应用的范围很广，比如说发炎上火、咽喉肿痛、口腔溃疡这样的情况，可以采它的仙草榨汁含素。现在研究也发现，一点红提取物具有抗炎、镇痛、抗氧化、保肝、降血糖等多种药理作用。一点红虽为良药，也是野菜，但是我们使用它也要注意一下，脾胃虚寒者慎用，孕妇忌用。四黄栀子，朋友们，黄栀子开花了，这一株满树绽放着这个白色的花，而且还有雄蜂来访。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就远远闻到这个栀子花香。为什么叫黄栀子呢？它名字的秘密藏在它的果实里面。它的果黄黄的，样子很像古代的酒器栀。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专门标注栀酒器也，栀子象之，故名，俗称栀。所谓栀，是商周时代一种青铜酒器，将它托在掌心，正与栀子成熟果实的形态不谋而合，所以古人就把它称为栀子。栀子有一个高贵的身份，它是秦汉以前的御用黄色染料。马王堆汉末出土的黄色丝织品就是栀子染就。栀子的花瓣为六出，根根围绕花心端庄排列。栀子花有多种美，未开的花蕾，花瓣一片片旋转包裹，像一枚精致的绿玉。绽放时，花冠呈高角碟状，边缘裂成六片，层层铺开，状如白莲。最神奇的是，它的雄蕊藏在花冠筒中部，而柱头却高高伸出。这种藏头露尾的结构是它与特定昆虫传粉的进化默契。初开时纯白，带着玉质的半透明质感，当谢时会转为略带淡壳黄。栀子的叶对生呈格质，表面油亮翠绿，即使冬季也不凋落。而栀子花的香气是它最迷人的一张名片，它的香味属于复合型花香，初闻是清甜的奶油感，细嗅又带着一丝青草般的凉意，浓烈时甚至有一种类似杏子和香蕉的果香尾调，能在空气中穿透很远。栀子是药食两用的植物，它的花、果都是可以吃的。栀子性寒，味苦，归心肺三焦经，具有泻火除烦、清热利湿、凉血解毒的功效。《神农本草经》记载它主五类邪气，胃中热气。我们烧卤菜的时候丢一颗黄栀子下去，既能去腥，又能增添一抹亮丽的黄色。比如说搞白切鸡的时候丢一颗下去，做出来的白切鸡非常亮丽。
颜色非常诱人，而它的花入菜也是吃起来别有风味，清香宜人。商家清供里记载了一种做法：先栀子花微焯，裹甘草水面糊，遇油煎熟，便是带着清雅之风的宋时下午茶。现代还从栀子里面提取防色素，活性成分主要是藏红花素和藏红花酸，对碱热稳定，无毒，着色能力强，且为水溶性，吸收后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栀子防色素对人体最直接的保护作用表现在肝胆系统，对胆汁分泌有明显增加作用，还能降低血中末梢淋巴液中的胆红素。这种利胆退防的直觉直接对应中医的清热利湿、治防胆。国际食品工业已将栀子防这种天然色素广泛应用于方便面、糕点、饮料、糖果的调色。五白檀，大家看，这个是白檀，山矾科山矾属的植物。檀就是古人所说的沉檀香舍、诸香之首，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檀香木。真正的白檀是檀香科的植物。那为什么它又叫白檀呢？因为它的木料也可以做熏香料中的白檀香的制造原料。它的花很漂亮，可以观赏用，春天时节阵阵发香，不是桂花胜似桂花，所以它也叫山桂花。密云八景，其中一景是白檀晴光，就是满山遍野的白檀开发的盛景。白檀的花叶根茎均可入药，各自侧重点有所不同。它的花化痰解郁，常用于对付咳嗽胸闷；而它的叶清热解毒，凉血止血。它的叶侧重于收敛止血，比如说可以用于烧烫伤。采它的嫩叶捣粉和麻油调人，涂患处。它的根清热利湿，祛风止痛，常用于防胆或者风湿痹痛。现代研究发现，它藏着一个天然的抗癌药场，富含丰富的三萜皂苷、黄酮类、木脂类、酚苷类等活性物质，展现出了抗肿瘤、降血糖、调血脂等多重潜力。六牛奶根，朋友们，这是一株白花牛奶根，它是桑科榕属的植物，学名叫台湾榕。这是南方地区有名的煲汤靓材。它和五指毛桃都是桑科榕属的植物。牛奶根煲的汤，汤色奶白；而五指毛桃煲的汤，汤色清亮。牛奶根煲的汤是一种牛奶香，五指毛桃煲的汤是一种椰香味，都还挺好喝的，都可以健脾祛湿，两个加在一起煲汤也是可以的。野外的牛奶根有不同种，有大叶的，叶子像提琴，也有窄窄的小叶的，还有中叶的。我们把它的叶子这样拔断，它会流牛奶。除了它的根，它的嫩叶也可以做茶，白花牛奶茶。用它做的茶卖的也比较贵，被誉为茶中黄金。它的别名也挺多的，有的叫羊乳汁、牛奶果。像它的果跟无花果有点相似，个头比较小，掰开里面也是像无花果一样的引头花束的结构，果也是可以吃的。白花牛奶根是一种常绿灌木，高1到3米，多生长于低海拔山地、疏林、灌木丛中。大叶、中叶、小叶的都是可以用来煲汤的，而且煲出来的汤还挺香的。在两广地区流传一句话：遇到白花牛奶根，又要搭上一只鸡，用它煲的鸡汤特别美味。做法也很简单，取40到50克牛奶根，加一只土鸡，加少许盐一起煲，味道就很好了。牛奶根具有清热、健脾开胃、益气生津、祛湿化滞等功效，富含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对容易疲劳、消化不良、失眠多梦的亚健康人群尤其友好。牛奶根虽好，但不宜过量饮用，孕妇、哺乳人群慎用。七田鸡黄，朋友们，我身边这片小枣在民间有富甘将军的美誉，它就是田鸡黄。它是金丝桃科金丝桃属的小草本。为什么叫田鸡黄？
就是因为它喜欢长在田埂上开小黄花。这个植物的别名多到令植物学家都咂舌的地步，有叫它地鹅草、雀舌草、蛇扎口、合掌草、鳖水草、七寸金、一条香、红孩儿、光明草、观音莲、降龙草等等。这个小草长相清秀又实诚，茎丛深，直立或斜上，表面呈四棱形，黄绿色或黄棕色，质地脆嫩，一掐即断，断面干干净净，却中空无实。叶对生，无柄，卵形至卵圆形，身长不过2至18毫米，春至夏初开小黄花，花瓣5片，雄蕊5至30枚，花柱3枚，花序顶端分长成一个两旗状叉开的 V 型聚散花序，果实在初夏挂枝，略像迷你豌豆荚。成熟后开裂成3瓣，里面藏着无数细小种子。田基房不挑地，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田间犄角、河沟边、草地、料方地，一脚踏上，不小心就踩到它们的身影。生草药性备药里面记载它敷疮、消肿毒。田基房具有利湿退黄、清热解毒、善于消肿的功效。民间之所以把它称为护肝将军，就是因为它可以用于黄疸性肝炎。田基房也是很多少数民族用药，在摇药、壮药里面，除了用来利湿退黄，还用于跌打损伤。治疗传染性黄疸性肝炎，用2至3两煎水服。田基房用量干品15至30克左右，鲜品30至60克。孕妇禁用，因为它活血性比较强。另外，田基房性寒，脾胃虚寒者不宜长期使用。像我们拍的这片田基房，有的叶子是这样深红色，为什么呢？这是它适应不同环境的生存策略。可能这里没有东西遮太阳，阳光太强烈了，所以它把叶子的颜色调整成这样啊。也有可能最近的气候的原因。8000斤拔，朋友们，这是我们刚刚挖出来的千金拔。这个是小叶的千金拔，也叫慢性千金拔，就是它的藤像藤蔓一样。它是豆科千金拔属的植物，也是一种有名的煲汤食材。市面上的千金拔有不同种，有小叶，还有大叶、宽叶等。我们用的部分就是它的根。为什么叫千金拔？就是它地底下长了一条根，笔直往下钻的比较深，大的可以达1米多。所谓千金拔，就是千斤之力都难以拔出的意思。它的根有点粗糙坚硬，仿佛打到地下的一根钢筋，很像一个土行僧一样。有的叫它钻地蜂、老鼠尾、一条根。最风雅的外号要算金鸡落地，好像金鸡落到地上。它的叶片是豆科植物标志性的3出复叶，3片小叶从同一叶柄上长出，中间那片相对大一点。它开的花是紫色的蝶形小花，大概就是7、8月份开花。叶的种子是黑色的。千金拔是中国特有的植物，被列入广西道地药材。它味甘微涩，性平，归肝肾经，主攻3个方向：祛风祛湿、强筋壮骨、活血解毒。壮医视它为偏瘫神药，认为它能通农路、火路，补虚壮骨、祛风祛湿。它的用量是干品15到30克，煎汤内服，也可以泡酒或者煲汤。比如说拿它来煲猪尾，可以搭配一点杜仲。千金拔是许多经典中成药的核心成分之一，如健肾壮腰丸、金鸡虎脯片等。民间一些地方也用它来煲猪脚、猪尾，也是药食两用的佳品。千金拔有一定的活血作用，孕妇慎用。97叶一枝花，去年我在这个山沟沟里发现一株7叶一枝花，
它只有一层5片叶子。今天我们特意回来看它，没想到看到意想不到的现象，今年它被水冲倒伏了。但是我们仔细看的时候，哎呦，我都被它感动了。它从第1楼叶子这里弯折了一下，这个花就笔直往上，就寻找阳光。很多时候我常常被野外的一些植物感动啊。你看第1层叶子这里开始弯折，大概80度的样子，整株趴在地上，但是它的花硬是扭过来，笔直的往上长。这根茎倒了，但是它没有倒，它在找太阳。这就是我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深山奇草7叶一枝花，也叫重楼。去年我在上面一点，还有一棵也是长1层叶子。今年我准备去看它，但是我走上面找不到了。然后我往上走了一段，在上面看到有2棵。其实去年我也往上走了，去年可能没有留意，或者说重新长出来的。有一棵1楼，有一棵2层的。但是这一棵叶子啊，花都被虫咬了。第1楼的叶子这样镂空的状态，第2楼它的花都被吃光那样的，我都有点担心，像它这样还能挺过来吗？不过我相信野外的植物啊，它有它的自己的适应能力，能够创造自己的传奇吧。往回走的时候，发现开始找不到那一棵，又看到了，它也倒在这个溪沟边。像这样长在溪边的，如果春季雨水特别多，发大水啊，它估计就是这样水冲嘛，把它们冲倒了。有时候我在想，他们为什么要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就好像生活在河边的人，涨大水的时候房子被淹了，他们为什么不搬家呢？其实很多时候植物和人一样，他们选择在他们的环境呢，有时候短时间你是扎根在那里的，你很难搬家嘛。有时候习惯了这种生活啊，也觉得没有那么所谓吧。像野外的7叶一枝花，它要经历水冲，经历虫害，有时候可能还要经历别人的采挖，所以一株植物长在野外也有它们的命运。7叶一枝花，它1层楼的时候，少年时期长了3到5年的，它就是1楼叶子；如果是2楼，它就年龄比较大一些，更大的、更古老的，有的甚至有3楼的。当然，我们一般很难见到了。健康的7叶一枝花，它是一茎独立，笔直往上。这一株是经历挫折的7叶一枝花，它头顶一串叶子，少则5片，多则8、9片，最常见的7片，所以叫7叶。叶子中央抽出一根长梗，顶着一朵花。它的花很有意思，下层是那圈绿叶子，中间一层是外轮花萼，长得像叶子，最上层是黄绿色细丝状的花，像金线一样，一层叠一层，像一个微型的宝塔，所以它叫重楼。7叶一枝花的外号能写满半页纸、皂修、金线重楼、草河车、螺丝漆等。最有意思的是皂修，这个皂通早，意思是早点好，早点传日。因为蛇伤、臃肿，找它好得特别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为它编了一个顺口溜：7叶一枝花，深山是我家，拥之于遇者，一似手拈拿。翻译过来就是长在深山里，遇到毒疮脓肿，它一出手就能搞定。它最有名的就是解蛇毒、治痈疽。云南白药的保秘方里面就有7叶一枝花，还有寄德顺蛇药片、抗病毒颗粒等40多种国字号中成药里面也有它。但是这样传奇的草药，它传出有毒，药和毒是同一把剑的2面。安全剂量下是药，吃多了恶心、呕吐、头晕，严重的心律不齐。3类人群绝对不能用：第一，孕妇会引发流产；第二，体虚元气不足的人，没有热毒，用寒药会伤身；第三，寒性疮疡，就是肿块不红不热不对症嘛。如果是内服，是要经过炮制的。我们千万不能说这个新鲜的7叶一枝花根挖回家就去煲汤，那不行的。特别是它的皮毒性比较高，一般炮制去皮以后，把它晒干打粉，适量使用。7叶一枝花的繁殖效率不高，加上过度采挖，现在被列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所以大家在野外如果遇到，要保护好，
不要去采挖，它长得也很慢，开始只长一层叶子，长了几年以后才会开花。像今天我们拍的这些野外的7叶一枝花，也算是幸运儿，虽然有的被虫咬，有的倒伏了，但是它们生长在野外，还是在延续它们的种存。在这里拍7叶一枝花拍了2年了，看着满身被虫咬伤的、倒伏的，心里确实好像看见一些亲切的朋友，他们的遭遇，内心也有一点触动。但是我相信他们能挺过来，因为它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它有自己的生命力，有自己的顽强和倔强。大家和我一起祝福他们吧。来年我再到这里来看一看他们，拍给大家看后续，好不好？像他们经过几年才上了2楼，我来看他们的日子那是很少数的嘛。在他过去成长的岁月里，我想可能他们经历过比我看到的困难还要大的都有，像虫咬或者倒了，可能在他们心里也是平平常常吧。就好像我们刷视频看到有一些人生存的际遇条件比较艰苦，但是其实他们内心不觉得苦，甚至觉得有点富足之感啊，是不是啊？他是山里人眼中的蛇虫圣药，自己的叶子却被虫咬成这样，他医不了自己的叶子，这个茎倒伏了，他也没有办法修复，但他把剩余的力气都给了头顶上这朵花和花朵里孕育的种子。医者不自医，他医的是这片山沟的下一代。石寒信草，我把他的故事写成了一首歌，想请您听听。在大地上有一棵小草，寂静的山岗上默默生长，它长得不起眼也不漂亮，即使开花时候也没什么芬芳。寒心草，心是四方，也是心形状，花香一边放，小小身躯却有神秘的力量。2000多年前的某一天，寒心集市街头被人打得卧床，邻居大妈踩着小草为他疗伤，让他获得重新崛起的力量。几年以后，他登坛颁奖，士兵受了伤，踩着草熬汤，多少士兵获得崛起的力量。寒心草像寒心一样一生的采访，也要人发现，才能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大地上许多的小草默默地生长，不为人知晓，却有中华本草神秘的力量。